25年10月底，基輔那邊簽了一份不小的單，從瑞典那兒採購100到150架石英 E。數字不算嚇人，但背後的意味重得很。這不是買飛機，這是在換命的打法。你看這合同簽的，前線的跑道還冒着煙呢。其實這事一出來，業內都懂，烏克蘭不是在追求更強的性能，而是在找一種能繼續飛的生存方式。有人問 F-16戰損呢？它當然強，庫存多，零件全，但那是給有基地、有油、有時間的國家準備的。烏克蘭現在哪有這種條件？基地一炸，跑道一坑，整套系統就卡死。瑞典人造的這架石英 E 就不一樣，短跑道500公尺就能起飛，路平就行，不挑機场。維護班小的離譜，一壺咖啡時間就能復裝。你炸它一次，它換條路就起；你掐它油線，它拉油罐就補。這種戰機不是靠隱身贏，是靠打不死撐。說白了，瑞典造這架機就沒打算在和平年代養尊處優，它是為出問題的世界準備的。現在輪到烏克蘭接手，剛好。所以那份清單不是噱頭，是對未來戰場的自救聲明。別被外行的詞忽悠了，他們買的不是力量，是喘口氣的機會。真正的重點不是強，是還能再起飛。這就是烏克蘭現在最稀缺的能力，而這份能力藏在它的技術細節與作戰邏輯裡。先說重點，石英 E 外表沒啥驚喜，但你要是拆開看，幾乎是換了一整套靈魂。瑞典人用一副第4代的殼塞進了一套第5代的神經系統，它不是靠隱身騙雷達，而是靠信息處理把敌人的信號反過來用。雷達先講，這塊雷達罩底下藏着 ES-05，一台真正的有源電子掃描陣列雷達。它不掃一條線，而是織一張網，每個波速能獨立工作，同時盯好幾個方向，還能在鎖定的時候丟出干擾。在烏克蘭的空域裡，這種邊看邊打的能力就像多長了一双眼。老實講，俄羅斯那邊除了稀少的蘇57，還沒有哪架機能正面對抗這類陣列。但更絕的是 Skyward G 紅外搜索與追蹤系統 IRST， 不發波、不暴露、不打草驚蛇，只看熱信號。你加力噴口一亮，它就盯上你。這才是空戰的冷兵器時代，誰先動誰先漏，雷達負責看，紅外負責抓，再加上數據融合，就是一場信息偷襲。駕駛艙也徹底改了，以前是一牆儀表，現在是一整塊大屏。飛行員看到的不是數字，而是场景。系統自動把雷達、紅外、機油、地面數據全疊在一起。飛行員不用再看信息，他只要看局面。就像打牌，別人還在一張張翻牌，你已經在看整副牌型。推力也是一大步。新發動機通用電氣 F414GE39E， 推力從18100磅拉到24000，機體加長30公分，翼展更寬。作戰半徑從約500英里提到800英里，別小看這300英里，那是從利沃夫飛到克里米亞還能回來的差距。掛點多了2個，總數10個，這讓石英 E 能帶上8枚流星超视距導彈，再加2枚紅魔 T 近距彈。流星的冲壓發動機可調推力，不是一口氣燒完，而是邊追邊噴。這代表什麼？在遠距交戰裡，它能一直保持速度和機動。別人的子彈跑到一半就虛了，你的導彈還在咬。還有一點常被忽略，電子戰套件。鷹式 E 的電子戰系統不是外掛，而是主腦。它用3種信號發生器：數字射頻存儲器 DRFM、多普勒信號、噪聲信號。DRFM 能複製敵方雷達波，在屏幕上製造假目標；多普勒信號讓雷達以為你在別處；噪聲發射直接把頻譜攪成漿糊。俄羅斯的防空系統 S300、S400 在這面前得多試幾次，才能分清誰是真。這不是隱身，這是信息欺騙。所有這些東西拼在一起，讓鷹式 E 的作戰邏輯完全變了。它不靠強硬衝突取勝，而是靠視野差吃掉對手的反應時間。它的強點不在那枚導彈飛多快，而在飛行員的屏幕上，信息能不能在2秒內整理成可打的畫面。再看維護邏輯，瑞典人明白，小國打仗最怕修不起，所以每個系統都能模塊化更換。你拆一個雷達模塊，就像拔 U 盤，機體一半組件能在野外維護，普通技師10周訓練就能上手。別笑，這點比性能更重要。因為在實戰場上，能飛的才有資格談性能。正是這套最不容易死的系統，催生了一种全新的戰場節奏。它讓敏捷作戰從概念落地為現實，一種基於公路起降、快速復裝的生存法則。想象一個早晨，天剛亮，前線雷達屏上出現一段靜默，這是你的窗口，雷達壓制窗口。在這個窗口裡，時間就是脈搏，起、打、散、換位。把鷹式 E 放進這個節奏，它的優勢就明顯了。起，500米直路點火上跑，
英獅 E 設計允許在約500米的簡易跑道起飛，着陸甚至更短。具體操作是這樣的：一條直路，2輛拖車，一個臨時燈組，3分鐘布置就緒，飛機一上跑，30秒到1分半達到起飛速度。這就是起飛的前提，不用整座機場，也不用大隊後勤，打10分鐘內復裝再出動。所謂 ICT 在英獅 E 的宣傳裡是短平快，1名合格技師加5名初訓兵，10分鐘內完成加油、換彈、檢10分鐘意味着什麼？在敵方電子壓制和反制能力有限的短窗口裡，你能把一架飛機拉回去，補彈再派上。換句話說，每次出動的頻率從幾小時一輪縮成幾十分鐘一輪。散，編隊分散，難以一网打盡。英獅 E 的小分隊概念明顯，3机分遣队，18人就能完整運作。你把戰機拆成多個小點，分散在數十公里的範圍內，敵方要想一口氣撲滅這些點，火力、情報和時間成本都成倍上升。這是把脆弱點打散的意思，不是英雄式正面硬碰。換位，補給點移動，跑道切換，快速復位。油彈稀缺，把油罐車拉過去，跑道被盯上，換條高速邊的直路。指揮鏈被割，本地網絡裡飛行員靠融合態勢自己判斷再行動。換位不是華麗動作，是後勤的連續性，能搬得动，能分得開，能繼續飛，這才是換位的戰場價值。現在把 F-16放進同一個畫面對比一下。F-16起效快，戰鬥能力強，但它習慣的是大基地、完整機庫、專門保障團隊。一條被炸的跑道對 F-16後勤衝擊大得多，需要維修隊、專業零件恢復周期長。而英獅 E 的設計邏輯是把恢復拆成可複製的小單元，換一個模塊，換一個技師再飛。戰場上的真實是殘酷的，跑道會被盯，油彈會被打，訓練有素的技師稀缺。烏克蘭已經把這些教訓記在腦子裡，他們沒有永遠乾淨的機場，後勤要能在泥地裡活，因此系統層面的少人少件低门檻比單机的极限機动更關鍵。把節奏量化成一組動作鏈，雷達壓制開始，3分鐘布置臨時場地，一架機起飛約30到90秒，目標接近10分鐘內完成復裝，再次出動或分散隱蔽，重複這個鏈條多點並行，就把對方一擊即止的機會壓扁成消耗對方時間和資源的長期戰。這就是 ACE 敏捷作戰的本質，不是靠一錘子贏局，而是把每一次出動都變成对手不得不消耗資源去追的事。能飛的次數越多，敵人的決策成本越高。在這點上，英獅 E 把一次出動變成可持續的頻率，而不是一次極限的爆發。現實的一個冷笑話是，戰場上最寶貴的東西往往不是導彈的速度，而是10分鐘內能掛上彈的技巧。你能把這一技能複製到更多點上，你就把勝負的概率往自己這邊拉。然而，將這種起打散換位的節奏變成現實，勢必要先回答一個問題：維持這樣的頻率，代價究竟有多高？先把一個常見誤區說清楚：飛行成本不是錢表上的真相，往往更像政治和會計的表演。有人把英獅 E 每小時6到8000美元的估算當聖經，別人把 F-35間接成本說成3萬多美元一小時，你一對比就急了。別急，先別把這當成勝負分數。說白了，這些數字反映的是組織想告訴你的東西。低小時成本可能是廠商在強調少人少件，高小时成本可能在包裝更複雜的後勤與更高的保障標準。數字背後藏着一套作戰與工業取向的選擇題。英獅 E 的設計哲學是3條鏈條：低人、低件、低時。低人意味着維護班組少，訓練周期短；低件意味着模塊化，零件通用，能在野外換插就跑；低时意味着快速 ICT 短復裝，把出動頻率壓到最短。把這3條鏈子聚合起來，結果不是單純的省錢，而是把每一次出動的摩擦係數降下來，出動更快，恢復更快，編隊能更頻繁的輪動。這就是組織設計的意圖指標。數字告訴你的是他們想把戰鬥節奏推向哪個方向。當你看到低小時成本的宣傳，問一個更實在的問題：這省的是哪個成本？是燃油還是人力還是備件庫存？不同國家不同會計口徑，會把研發攤銷、維修基建、人員退休金、培訓、後勤車隊分攤到不同桶裡。一句話，不用相同規劃算，就別拿來正面比大小。工業面向也很重要，大單意味着產能擴張、供應鏈重構、地方裝配線的政治與財政博弈。如果薩博公司真的在烏克蘭或別處開總裝線，那不是簡單的就業新聞，而是把維修與零件在地化的能力直接寫進了買家的國防主權賬單。但這同樣要時間，也要錢，還要政治擔保。
不是簽個意向書就能立刻量產。再實在一點，成本和可用性是不同維度的風險。一架戰機便宜飛每小時，但如果備件靠進口，供應鏈被切斷，便宜的成本瞬間漲到天價。反過來，一架單小時貴的飛機，如果靠大規模盟友共享配件、共同訓練，實際可用率反而高。所以判斷時別只看單小時，要看每次出動的整個鏈條能不能按時運轉。把數字做決策的務實方法很簡單，把它當戰略意圖的信號，而不是結論。看到廠商的低價宣傳，就去問他們在什麼前提下算的，燃油價多少，維護人員誰算工資，備件算不算運輸。看到國家的高成本聲明，就去看這是不是把盟友的物流能力、訓練投進去換來的共同安全費。最後一句話給指揮官和策劃者，如果你要的是能在被打的世界持續飛，先別被低小時坑了眼，看他能不能把起飛、出動、附裝、再出動這個鏈條標準化、模塊化，並複製到更多點上。成本數字是個引子，真正要看的是每一次出動能不能比對手多一次。如果說成本是戰略選擇的信號，那麼產能與交付就是戰略落地的基石。你先記住一件事，意向書不是合同，那玩意兒只代表兩邊有意思繼續談，不代表有錢，不代表有產能。瑞典人簽得漂亮，但廠子裡還得先算账。薩博現在一年能吐出多少架？60架自用，30多架出口。你要突然加150架进去，除非机器会自己造飞机，不然節奏全亂。他們自己也承認，产能得翻倍。这不是比喻，是得真擴廠，真拉人。每條生產線都要多開工段，多綁供應商。這就牽出第二個問題，錢從哪兒來？ROI 不帶融資，你得自己掏。瑞典財政能撐本土訂單，但烏克蘭那邊還得靠貸款援助，甚至凍結資產這一類政治錢。這錢不乾淨也不快，想拿來付首款，至少得過幾個會議。所以薩博一邊算賬一邊看地圖，他們在評估3處：烏克蘭、巴西、加拿大。為什麼？3個字：分風險。一個離前線近，方便維修；一個既有產線，巴西那邊在組裝異形；一個政治穩，供應鏈深，加拿大能分攤北約採購。這就是工業版的分散部署。至於烏克蘭那條裝配線，呵呵，真要落地，你得有電、有材料、有安全區。戰時工廠不是遊戲地圖，一顆巡航彈過來，整個質檢線都得重建。所以現在說在烏克蘭開廠，更多是政治宣傳，是個願景姿勢。要真動工，3年都嫌緊。短期能落地的還是老辦法 ，C D 型先上。瑞典有70多架 C 型，20多架 D 型，淘汰下來的正好能轉一批過去。訓練、掛彈、軟件都兼容，直接填補戰力空檔。等 E 型裝配線跑順了，再換新機頂上去。這就是所謂的雙軌方案，先救急再升級。聽起來像妥協，其實這才是真正節奏。大國都得這樣搞。F-35剛上量那幾年也是邊造邊改，邊訓邊換。英式 E 的問題只是規模更小，沒緩衝餘地。所以現在的情況是，瑞典裝配線滿負荷，融資未定，政治意願很強，3條線都沒崩就能往前走，1條線崩了就得延後交付。那 ROI 到底值不值？它值一個方向，不值一份交貨期。烏克蘭要的不只是飛機，是把造飛機的能力也搬到自己國土上。這事兒成不成，看政治膽子有多大，看錢多厚。總結一句話， ROI 是信號，不是鑰匙。真正能開門的是生產線、融資，還有那批已經能飛的老飛機。然而，即便飛機上了天，他們要面对的將是東歐最密集的防空火網。活下去，光靠機動不夠，還得靠欺騙。在討論了英式 E 的戰術節奏與產能挑戰之後，我們還需直面它的電子戰環境中的生存能力。那是一場看不見的貓鼠局。先別把隱身想得太神，英式 E 不是隱身怪獸，它的策略不是靠透明，而是靠假象與迷霧。在電子戰那兒，信息比速度更先決。你要讓對方先看錯，再讓自己的打擊先到。核心技術有3路：數字射頻存儲器 DRFM、多普勒欺騙、噪聲鋪塞。DRFM 很簡單，它把敵方雷達的回波記住，然後重放一個改過的回波。雷達以為那是目標，實際上是被複製出來的幻影。多普勒欺騙是讓雷達誤判目標速度和方向，從而把真正的飛機位置從地圖上挪走。噪聲就是撒滿頻譜，把分析器弄成一鍋粥。你想找真目標，先得從噪聲裡挑一根針。把這3路合起來用，效果不是立刻把對手幹趴下，而是把他的決策鏈條拉長、拉亂、拉錯。S300、S400 這類俄式防空強在層級協防與遠射程，
但他們也有個弱點，信息依賴。給它足夠的假回聲和干擾速度，就能把攔截導彈引偏，或迫使防空系統浪費射擊機會。再說米波與被動探測的那一套，低頻米波雷達對隱身有天然優勢，波長長，能看出大輪廓。被動定位系統不發波，它監聽無線電、通信、雷達洩露的信號，通過多點測向或三角定位把發射源點明。這兩者合起來是俄防空網的補刀，但它們也有盲點。被動系統需要合作的傳感器網絡，米波雷達分辨率低，容易被誤導。所以最有效的做法不是單打獨鬥，而是把英诗 E 的電子欺騙和盟友的外部傳感器指揮控制網絡聯合起來。想象一下，英詩 E 用 DRFM 造假目標，把敌方火力吸引过去，同時北約或盟友的机载預警機把遠程情報餵給你，數據鏈把友機和地面站連成一張網，你把真目標的熱像、AESA 回波和波動測向的數據一層層疊合，最終形成一個比單一雷達更清晰的真相圖。這就是所謂的信息穿越。先把敵人的視線拉偏，再用多元數據把真實位置從噪聲裡撥出來。關鍵在時間與同步，如果數据鏈慢一點，或者傳感器之間對時不準，信息融合就失效，那時你就只是多了幾台吵鬧的收音機而已。技術上要注意幾點。DRFM 需要精確的回波複製與延時控制，做的粗糙就被識破。多普勒欺騙要考慮對方雷達的濾波器與信號處理邏輯。噪聲曝曬要在對手關鍵頻段完成能量覆蓋，而不犧牲己方通信。被動探測要補足傳感器點位，衛星、機載、地面都得能互相校實。戰術上也有門道，當你在前線搞假目標，敵方會調整發射策略，開始多發射或更頻繁連鎖求證。那時你的目標就變成消耗他節奏，讓對方不停地試射、試探、重定位，他的彈藥、時間和注意力會被磨掉。這是一種消耗型的戰爭經濟學，而不是一場單次的技術秀。總結一句，英詩 E 不靠隱身勝出，靠的是把電磁頻譜當作戰場。它不只是會撒假信號，而是把假信號和盟友的真正感測器連成網，通過誤導、融合、驗證的循環，慢慢把俄式防空的眼睛變成迷霧裡的一盞破燈。這場貓鼠局靠的是耐心和同步，靠的是把技術變成戰術鏈條，而不是靠一次看不見的衝天秀。到頭來，這場事看似比飛機，實則在比體系。烏克蘭要的不是更強的一架機，而是更耐打的一整套邏輯。英詩的意義從來不在哪一次出動能打掉多少目標，而在於它讓你還能再出動。它是一種能再起飛的哲學。你炸了它的跑道，它換條路；你掐了它的補給，它拆箱補給；你干擾它的鏈路，它靠融合算出路徑。每一次生還都是一次體系級的續命。這不是贏一場的概念，是讓戰爭沒法被一場定輸贏的能力。瑞典人造出了能撐的機器，烏克蘭要的是能撐的未來。感謝收看，我是 Rain，我們下期見。